节目由首次冠名大侦探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京东首页拉一下，猜真相赢大奖。零蔗糖好酸奶，探案更出彩。感谢新一代健康酸奶 AMX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不开心就来撕我，快乐星球还不够。本节目由1亿年轻人的快乐星球撕我 APP 赞助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彩蛋。名侦探俱乐部节目同款实景独家原创密室体验，尽在 MCT。大侦探规则升级，设置侦探排名榜。本期由代理会长根据游戏结果发放由京东提供的侦探徽章，玩家根据徽章数量进行排位，最终侦探排名前4的玩家将获得本季俱乐部闪耀侦探称号。侦探徽章结算规则如下：单期投凶时，侦探可在2轮各投出1票，共计2票；侦探助理及其余玩家可在第2轮各投出1票。若检举凶手成功，投票正确的玩家各获得1枚徽章。侦探若2轮都投对，则额外获得1枚徽章；若检举凶手失败，则真凶获得6枚徽章。此外，每期将由内投选出1名 MVP 玩家，代理会长可投2票，玩家每人可投1票。MVP 玩家将额外获得1枚徽章。代理会长作为侦探排名发起人，拥有京东侦探徽章的发放权，不参与最终排名。上一集，韩朝7年4月21日，真的步行街，地表已被冰雪覆盖，人们只能躲在地堡中生存。珍宝主突然惨死在地堡温室内，被发现时匍匐在地，头后部至前额中心有一个细小的贯穿伤口，伤口周围有烧焦的痕迹。头后部伤口有血液流出，前额伤口和地板周围有大片血迹，初步判定为致命伤。经过初步排查，凶手就锁定在地堡内的6人当中，他们分别是大杂、张医生、七仙女、欧茉莉、刘单车、陈水电。温室天窗开放时间和作案时间有什么关系？激光装置的触发是否需要操控排风扇的运行？凶手他还需要掌握电力的控制。凶手究竟是如何作案的？是谁杀了珍宝主？案件扑朔迷离，等待玩家侦破。经过分析与讨论，各位嫌疑人的杀机依次显露。最后又发现另一个玩家的信息啊，上面写着中午12点40分来仓库，我有事儿想问问你，署名是撒。撒动物，撒动物来过。对，也就是1年前嘛，在12月1号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人哈，他带了很多的物资来到我们的就是末日地堡。然后这个人他话不多，都是默默在做事情。但是我为什么特别留意他？我觉得他看起来跟我们的萨卫长得很像。就大家一看我的气质也就知道，最有味道的男人。对，最有味儿的，我就是传说中这条街最靓的那个仔。所以我就上去问他，我说你是不是萨卫？他说我叫萨动物。我现在是小 UP 主，小 UP 小主。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地堡里面见到这个叫萨动物的人。今年的2月20号，然后萨动物呢，他就突然在就是午饭之后，在我的餐盘下面给我留了一个纸条，说中午12点40分，就是这个，我们去仓库见面。当时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我想说，仓库的钥匙不是公开的，他怎么会有呢？于是我也抱着这样的疑问，就很好奇，然后我中午就去赴约了。然后他就突然问我说：“真的步行街是什么时候开始遭遇寒潮的？”然后问我说：“真行死了之后，就是我女儿死了之后，后面还有没有连续发生什么命案或之类奇怪的事情吗？”他虽然问这种问题，我也一头雾水。我可能就发现他可能在调查有关于韩朝的这些东西，我觉得他对这个很关心。然后我就把我知道的所有事情就告诉他了。然后后来他是在3月1号的时候，
就因为真觉得他到仓库里面去偷窃这些物资，所以就把他逐出地堡了。好，我所有的发现就到此为止了。好，好谢谢。那最后就是张的故事，来有请我们的刘单车。我搜的主要是张医生的房间。哦吼。然后我就发现张医生好像是一个不太安安分分待在这里的人。然后有一个手机，里边有一张截图是聊天记录，然后上面写的韩朝前1年11月2日的下午4点半，有一个叫黑豹文的玩家在一个聊天群里发说，黑豹文不在，但天才仍在，而你在哪儿？你是黑豹文。对，这是他发的。对，这个是。这个就是在韩朝前的8年，在无名岛上，我做了一件大事儿，实施了一个完美的犯罪计划。他就是希望让欧小编来杀了真相帝，让绿巨头来杀了欧小编，然后最后我们这群人一起看着绿巨头因假象自杀，然后我们也跳下去。所以真正的幕后黑手是谁呢？是张医生。最后呢，虽然我逃脱成功了，但是当时的侦探撒网识破了我，然后我就觉得当场能识破我的这个诡计的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就是这个撒网。在我看来，孤独的天才总是寂寞的，所以我就是一直就想找到撒网，我就在这个群里边找。也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好汉联盟当时组的这个局，大家都是好汉联盟的成员嘛。有一个叫做好汉联盟，群主叫做绿巨头，然后还有雷人、黑豹文、美颜队长和奇异硕士。我就是黑豹文嘛，我就说天才你在吗？这个天才说就是撒网。韩朝前1年我发这个信息，但是没有得到回应，后边韩朝就发生了。对你说的无名岛，虽然说我不是刘传丹，但我依稀记得那一期，一个叫刘传丹的玩家被这人给骗了。逃脱了，对不对？对我代表流浪，我表示很生气。别提了，我还记得有一个长得跟我很像的玩家，最后从2楼跳下去了。对，真的是。然后第二个是在他房间发现了一张地图，然后证明了地球是圆的。对，这事儿这个时候还要证明吗？地球是圆的这件事情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应该是从顶牛市来的。因为这上面是画了一张地图，然后地图上面是有个顶牛市，然后一条红线一直到了地堡，没猜错应该就是我们这个地堡。对，他专程跑过来的。而且地图上画了很多圆然后并且地图上有一个 S， 我不知道这个 S 是不是就是那种南北的那个标志啊？是南北的标志，但是它标在上面了，所以这个地图应该那么看。South， 哎，对，顶牛市在南半球。就其实我们在北半球。OK， 那你说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图并不是我绘制的，这个图应该是萨动物绘制的。我刚才说了嘛，从韩朝前1年开始，我一直在寻找天才的对手撒网，但是一直没有得到撒网的回应，也没有找到撒网的消息。我听说顶牛市有一个新晋的网红撒动物，然后我惊了，因为我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我发现它跟撒网长得是一样的。我就开始来到了顶牛市，追踪这个撒动物的行踪。然后我也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撒网？他不承认，他说我是撒动物，你找谁？然后我就怀疑他嘛。然后我就在一直跟踪这个撒动物。你看到这个图是我1比1复刻的，就是它不是画的我的路线，它是撒动物的路线。我也不知道到底他在找什么，但我就把他的这个图1比1的复刻下来了啊。所以撒动物它其实是从顶牛市来到地堡的，是这意思对吧？然后呢，说起撒动物，我就按这个说吧，就是在你房间发现一个。
就是个啥子？窃听翻译器，然后打开，里面有一段识别结果，叫“萨侦探你好，我是萨动物”。然后你好，萨动物，地堡内有什么发现吗？还需要一段时间，这里有很多秘密，我找到后会想办法离开。来到地堡之后，我发现了更多奇怪的事儿，就比方说我遇到了你，对，还遇见了欧，对，还有很多就是我在无名岛上见过的人，我都问过你们，你是欧小编吗？你是刘传丹吗？都不承认。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我就开始关注我的目标萨动物，我就一直跟踪他，然后我发现他总是半夜一个人躲在这个地堡的角落里边自言自语，我也没办法过去偷听啊，然后我就发现他老去一个角落，我就在那个角落装了窃听器。2月28号的晚上，我就偷偷录下了这一段录音，这个录音里边经过这个识别器之后，我就有了重大的发现，就是他是萨动物在跟萨侦探对话。然后都是一样的声音，我就怀疑他有人格分裂。啊！他在自言自语。他在自言自语，对。你喜欢萨网 OK， 但是不得不这时候提醒你一下，装窃听器是违法的。这件事情大家不要学。然后包括这件偷拍这件事情也是违法的，大家也不要学。偷拍了谁？他拍了有2个背影。然后有2张正面照片，分别是我们2位，然后下面写你们到底是谁呢？对，因为他不刚刚说了嘛，他以前见过你们2个，你认错我们俩了。然后另外2个背影让我依稀觉得他们好像一个是萨网，另外一个应该是白空少。我们这儿其实来过一个叫白空少的人。白空少的出现，我觉得肯定是有故事可言的。应该是个心理医生，对的。对，然后他在医务室留下了一个心理综合测试信息登记，然后了解你的心理健康状况。我记得这个是珍宝主让我们每个人都做的。对的，每个人都做了。测试者第一个是大杂，然后说心理健康，外表嘻嘻哈哈，有责任心，但他不是真正的快乐。小智是他的一种保护色。就是他弟弟死了是吧？然后第2个测试者是七仙女，测试结果是心理健康，然后热情奉献，正义感强，但是可惜就给我们吃虫子。又不是我，有的是不错了。然后下一个是欧茉莉，非常简单，心理健康，天真。然后下一个是陈水电，心理健康，只想放假。只想放假，可能我天生放纵不羁，爱自由。他就是啊，你可能只想放假去春暖花开的地方。放假不羁啊。下一个是张医生，张医生心理健康啊，这那不准，不准。张医生心理健康，自信爆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我觉得很准啊。对呀，他就是谁，这句没错。然后最后一个是测试的是我，然后叫心理健康，有包袱。说你有包袱好不好？那我先给大家抖一个，来，抖。哎，包袱在这儿了，哎。然后找到了张医生户口本，然后说是韩朝6年12月3日进来的，职务是医生，出入权限是医务室，然后6年和7年2年他是没有任何禁闭记录的。这好公民啊！对呀，他每天给珍宝主按摩。然后紧接着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东西，叫驱逐令。然后它上面写的张医生，因为你已经无法给地堡带来任何价值，现真视地堡正式向你发出驱逐通知，请你于1天后自行打包离开，东西留下。7年1月27日，就是已经2-3个月前了。就是1月27号，他想赶我走。1天之后让你走。
你看，我是一个良好公民，我这2年一次事儿都没有犯。但是前面说到了这个物资紧缺，然后珍宝主是一个特别抠的人，开始赶人了。1月27号的那个时间点，是因为我们这个地堡里边已经很久没有人生病了。但是你为什么还在？你做了什么等价交易？我什么也没做。哦，那我知道怎么回事了。然后整张记录上面写，这大杂，韩朝7年1月28日，然后身体倍儿棒，医生签名张医生。对，然后那天就突然有一个人生病了，于是我就溜下来了。但是我看完了之后发现他没有什么大病，就是我们的大杂。就是珍宝主要赶我走的时候，突然他站出来说：“哎，我不舒服，我生病了。”哎，你是不是热心肠？哇，你这期，而且他一副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做好事不留名。那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他其实是装病，他听见了要驱逐他之后呢，他就装了病，然后让大家意识到，哎，医生很重要。对，什么叫可能就是这样的，就是。好，我阿基米德，我是积德的行善的人呐。阿基米德。然后下一个是飒动物，韩朝7年2月15日，诊断结果没什么大病，然后医生签名张医生。那字写那么大吗？就是感觉一念，这么大字。对，飒动物它也没啥大病，他为啥来？就是因为大杂装病那次是为了留下我，但是有那次之后，珍宝主已经觉得还是有人会生病的，医生还是有用的，于是我就已经留下来了。然后2月15号那个飒动物他找我就有不同动机了，因为他也没什么大病，对吧？他就找茬想过来跟我聊天来，他问了我一些很奇怪的话，所以那之后我决定窃听他的话。他问你什么奇怪的话？他问我就是韩朝的一些情况以及跟犯罪情况之间的关系。因为我去过鼎牛市嘛，我在鼎牛市生活过一段时间。鼎牛市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就是它虽然春暖花开，但是犯罪频发。就是所有春暖花开的地方都是犯罪频发的，有可能是这样。然后在这个地堡里边，飒动物可能就在调查这件事儿，因为2月15号他装病来找我的时候，特地就想问我外边一些城市的韩朝情况跟犯罪情况。明白了。我也搞不清楚他在问什么，我只知道他没病。好，然后下一个是姓名珍宝主，检查时间是韩朝7年3月16日，诊断结果1秒多晒太阳，1秒多晒太阳。哎呦，我吓我一跳。让珍宝主多晒太阳。这个为后面动手有铺垫哦，一定要多晒太阳。11点半到12点20，天窗开启的时候，他确保他最好每天都在那里晒太阳。这个不是，当然我自己解释，大家可能不信，就是他真的有病。就他说自己浑身酸痛，然后我给他检查完之后，我发现他缺钙。嗨，那跟我差不多呀。不是风湿吗？他不是缺心眼儿吗？这人不是没良心吗？然后最后一个是金仙女说她自己发烧，然后这个可以证实。韩朝7年3月21日，诊断结果发烧，然后2次注射药剂，上午是10点到11点，下午是3点到4点。啊，你都病在禁闭室了。我是在昏迷，有意识的是早上，然后醒来就是晚上。对，上午我给他注射了一些药剂之后，他病得比我想象严重，就没有醒过来。然后到晚上第2次注射药剂的时候才醒过来的。当时张医生，我记得他问我说：“你为什么会被关到禁闭室？”然后我就偷偷告诉他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他房间发现一瓶毒药。哎，叫心肠歹毒。心肠歹毒。然后无色无味的液体，一旦服用立即毙命，就是一吃就死。这个是什么？你为什么留着这个东西？这是我的另外一个计划，跟你们都格格不入的一个计划。I have a plan。就这个一瓶毒药，我不知道它打没打开过，用没用过。所以你的 plan 实施没有啊？
大家都没用，应该就是没有实施，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自己动手的人，我是喜欢在背后操控的人。嫁祸别人啊？所以我有一个 plan 会杀掉你们中间很多人，然后最后还跟我没有关系。杀掉我们很多人，因为我这个人很变态。怎么突然开始玩这个人设？你不要忘了，我到现在我的动机就是为了让撒网出来跟我 battle， 因为我是天才太寂寞了，就是我是一个天才犯罪者，我需要一个天才的侦探出来。我就希望做一个特别完美的局，这样撒网就会出来跟我对抗。你能不能稍微尊重一下今天的侦探？但是我不知道今天的侦探会醒来啊，对吧？就是我在我的计划里边，总共要死3个人。啊？我的第一步呢是先挑拨真，让真杀死一个人，这个人我还在寻找，我简单的把它命名为 X。然后第二步呢，因为我发现了大是一个好人嘛，我发现了他帮助很多人的时候引起了真堡主的一些不满，以及说有很多人支持他，然后真堡主有可能妒忌他，所以真骗他说让他出去一趟，给了他来回的权限。所以我就有可能煽动大对真的仇恨，并且我故意的在这个无色无味的药，应该你见过对吧？我故意在他面前演了一下，让他看到这个药。怎么演了一下，说看这是无色无味的药，吃了立即毙命。我就说，哎，这种药这么强，吃了，哎，肯定会死人的。我就当着他面把它放进了抽屉里。然后这是我的第二步计划。哎，对，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好幼稚的勾引啊！就是你这个真的好幼稚。但是架不住咱们哥们善良啊，咱们信了这事儿啊，后来去找了。对。然后呢，我在大的餐具上涂上我的毒。什么？这样这大就会被毒死。大毒死之后，他就会像是畏罪自杀，对吧？然后我再写一封信，信的内容就是指使大去医务室偷毒药，然后落款是 X， 就是想让真害死的那个人，对吧？我这3部曲做完了之后，就形成了一个闭环了，是 X 指使大去偷毒药，然后真就杀死了 X， 然后大又杀死了真，然后大又畏罪自杀了。那 X 呢？X 还没有选定，但是我最终其实把 X 锁定在了七仙女。七仙女，为什么有理由吗？因为就是我那天早上看你气呼呼的走了出来，然后你觉得他很生气，你就想杀掉真堡主。他觉得不用挑拨了，你已经对你已经生气了。不是，我是要挑拨的，因为那是他对真生气嘛，我要挑拨的是真对他生气嘛。要真把他杀掉。他关了那个禁闭之后，我发现是因为他给兄弟开了小灶，真的身体那个缺钙之后，他每天都固定让我去按摩。突然我那天就想起这事儿，然后我又看到他从里面气呼呼的出来，然后我就觉得他跟真可能闹有什么矛盾。我进去按摩的时候，你看，我就说七一直在给这个各种人开小灶，他是不是在拉拢人心啊？是不是想取代你啊？啊，对，然后我就开始挑拨了。我们这是个地堡，你在这演《甄嬛传》。你这是在干嘛？一共也没几个人啊！你怎么能活到第2期呢？我的目的完全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对吧？我设计了这么一个，你自信心爆棚就这样。刚说完自己很变态，但是很正确，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在他的世界里他是变态。你要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就如果这样，很有自信，很有自信。他的自信就来自于把这些杀我们的计划都告诉我们。对，而且我的目的是为了引出撒网，可我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撒网已经走了，所以其实我也不是引撒网了，我只要引出一个能跟我对抗的天才就够了。来了，也许就是你。对，来了，何完美来了。对，然后没有了，就这些。好，行嘞。嗨，你怀疑谁？我其实之前怀疑张医生，因为他没给我解释之前，我看他这东西太多了啊。但是他这么解释完之后，我觉得他好像跟咱们干的不是一个事儿。对，就是一个格格不入的坏蛋，是吧？对啊，你感觉好像跟今天这个不是一回事儿。因为他要杀的是咱们这边人哈。这坏的很奇怪。对，所以说我现在也没什么怀疑对象。那我讲啊，首先
刚才的这个心理检测呢，其实在真的办公室里面还有一个白空少写给他的心理调查报告。本次心理健康调查主要是以谈话的形式进行，调查对象为所有地保居民。调查结果显示，地保成员总体心理情绪较为稳定，部分成员对未来的态度较为悲观。在人际关系方面，90%的人认为大杂是城堡里最值得信任的人。然后真在他的名字上打了一个叉。我热心有事儿您说话，因为你们都越来越信任我，我帮助了很多朋友，他觉得我变成他一个小威胁了，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告诉大家一个秘密，你们一直不知道的秘密。首先呢，就是这把钥匙，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你们每一个人的钥匙上面都有名字，就比如说厨房7，对不对？都有名字的。这把钥匙它没有名字，它干嘛用的呢？这把钥匙是一个饵，钓鱼用的饵。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张。其实是最开始7的地堡原来的样子，它是一个比较朴素的、功能没有那么多的建筑。跟现在的不同呢，首先第一个是这里没有激光，另外呢，整个这里没有禁闭室，这一大块都是男寝，娱乐室和医务室是有的。食堂本来没有后厨，因为原本没有想到说要用虫子什么之类的，所以不需要有一个封闭的环境。这个原来不是温室，它原来就是一个阳光房，后来它特意加了天窗，就是它可关闭，就不要让阳光一直进来，因为它在里面做温室养蘑菇，对吧？然后没有办公室，这是一个大的仓库，然后这里没有单车房，因为这是后来陈水店加盖的啊，原来这是一个大的女寝室哦。除了这些改变，其实我刚才在画这个图的时候，为了怕大家害怕，我没有给你们画。他自己在这里加盖了一个暗室。啊！这里有他的一个书柜，书柜的门打开之后，里面是一个秘密空间。气死人 ！double 气。第一个气里面有非常多的肉罐头、鱼罐头，各种的东西，还有很多很高级的上口水，超市，还有很多的压缩饼干，很多的粮食，还有一个非常舒服的沙发，旁边还放了一个杯子，有半瓶的上口水，就是他会坐在那里享受自己的生活。这是一层气，另外一层气更可怕。因为他在下面写了一句话，叫做“我的眼皮子底下没有任何秘密”。监控，仓库的这里是一面单面镜。哇，他天天在这儿盯着。所以说，大家一犯小错误，他就能过去让我们禁闭嘛。哎，等等，只是一个单面镜的话，它视角有那么全吗？他可以看到仓库。他就是看仓库，他钓鱼就是钓在这儿。你看他自己还做了一个操作图，这是他在娱乐室里放了一把钥匙，然后让大家这样传来传去，就是有人会拿来拿去，然后呢就会在这个仓库里面大家可以聊一些天儿。等于他把仓库变成了一个公共空间，而且呢，因为仓库有钥匙，所以呢进去都可以把门锁上，别人就不会知道了。于是他就在这个单面镜后面听到了所有。哦，天哪！接下来呢，就发现了他的一个记录。在韩朝6年的11月，陈和欧密会。又剥开了，就糖捡起来了。就是你说的，你给他种子的那一次。哦。他写了偷偷给欧东西，两人想干嘛？哎呦！接下来是韩朝6年的12月，陈与欧密会。
是他拉我到仓库去问我，如果有一个春暖花开的地方，你会不会相信？你会不会愿意跟我去？突然遭遇了寒潮之后呢，有一天在街上又冷又饿，就晕倒了。欧茉莉是我把她救回来的。啊，在丽芳皇宫，我就是下一站天后了嘛。到后来呢，世界都这样了，谁还来听歌呢？我就发现我除了唱歌，我一无是处，我什么都做不了。我们不能在这里死守，我们一定要找到能够让我们生存的更久的方法。我相信有春暖花开的地方，就是所有人就都觉得我疯了。就有一天，有一个人就听到我唱歌了，他让我重新找回唱歌的意义。只有我问欧的时候，他说他相信。然后我说，如果我去找的话，你愿不愿意去？他说我愿意去。然后陈与大密会，陈与妻密会，陈与刘密会，陈与不重要的人密会。所以他在问每一个人愿不愿意去。对。然后呢，他说陈竟然蛊惑大家要离开地堡，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瞧瞧。好，下面重要的来了，汉朝7年1月，飒与妻密会。哦，对，就他来问我问题那次。对，哎，飒与欧密会。我刚才就想补充一下这个部分，其实是突然来了一个飒动物，我觉得它长得特别像以前丽芳皇宫的那个飒场宫。我是个场工。然后我问他，他说不是，然后他就拉我到那个仓库里面去问我，就是我的家乡关于韩朝的情况，还有那边犯罪情况。我说为什么要问我这些？但是我就都跟他聊了，就这样。是，他在后面说聊韩朝历史无聊。接下来呢，就发现了驱逐丹。地堡的居民证，飒动物。今年的3月1号的时候，他把这个飒动物给驱逐了。然后呢，他给他的理由是强闯仓库、偷盗物资。另外呢，他在今年的3月16号的时候，驱逐了白空少。对对对，理由是挑衅堡主，目无法纪。飒动物跟白空少他们为什么又跟我们之前的其他故事里面的人那么的相似？这两个人为什么来？他们为什么又走？他们到底去了哪？我觉得应该会在接下来的搜证当中会出现一些新的可能性。对。那么现场呢，其实我们看到呢，死者他是趴在这个地上的，然后呢，他有一个贯穿伤，是从额头到他的后脖梗。那么从这个烧焦的程度的比较来看，他应该是从这儿就是光线这样过来，然后打穿了他之后，啪就摔倒在地。但是他这样打不会这样倒吗？他没有那么大的力，他不是子弹。哦。我觉得我们可以到现场呢，待会儿再稍微还原一下他的这个死状。就是真的形象，我们已经知道了。他其实找到了这个地堡之后呢，他慢慢的享受了这个权利，他想要把所有人摄于自己的这个统治之下。与此同时呢，他自己过着这个舒服的生活，但是却让地堡的人其实过得可以说是非常的拮据。那么我们现在要找的这个凶手呢，他其实要满足几个条件。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讲到的是这个出入口。他在这个通风管道上面去安这个镜子，它是需要有出入权限的。出入权限这件事情呢，在真的电脑里面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记录。首先第一点呢，是关于出入口的这个权限，真是有永久生效的无限次出入的权限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人曾经有过无数次的出入权限是陈水店，他的生效日期呢是韩朝4年的3月，但是呢他在去年的12月9日已经失效了。就是那次他号召大家就走，然后问大家相不相信那次。对，就是他被关禁闭那一天，已经失效了。还有大
有一个单次的权限，是在今年的4月19号，就是他让你走了就别回来了。对你有这么一个权限哈。好，关于这个激光的方式我就不念了，好不好？因为刚才大家已经清楚了，观众们可以拉回进度条再看一下。好贴心有啊！没有？对，如果您忘了的话，反正大致呢就是它必须有这个权限，用指纹它才能进到出入口。它用权限进去的话，这个机器会关闭5分钟，你可以操作一些事情，按镜子。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权限，你是闯进去的话，直接启动这个激光把你给弄死。对你记小本上记着点儿。认证之后，他认的是这个指纹，你进去脸不管是谁，他都会打死。对，是这样的，另外呢，禁闭室是只有珍宝主有永久有效的进出权，还有呢，办公室也是只有珍宝主他可以进去，也就是说这2个地方是只有珍宝主才能进去的。首先，我们应该知道这件事情不是今天完成的，对，因为我们大概知道，就是这个通风管道它是不能爬行的。一个是因为它中间有一个风扇挡着，所以它不是一个贯通的一个通道。另外一点，它是没有能够承重到人可以爬，所以呢，它要去到至少是这4个点去干这个事情：出入口、禁闭室，然后这个食堂和温室。然后呢，我在想呢，它的这个顺序啊。一定是从这儿开始，摆第1个镜子，对，然后再摆第2个，第3个，摆第4个，这样才能保证一点点的最后有效到打到这个位置。它不能跳着来，对，它也不能从这儿来，从这儿是没有用的，因为它一定要把光从这儿开始引导，对吧？是。对不起，也就是说，这个应该是第2步。还有谁没有进闭室？都进过，每个人都进过。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是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凶手呢，要满足这3个条件，他能进出入口，他要进过禁闭室，他还要懂得怎么样关风扇。侦探，我给你补一个时间点。我记得3月13号的时候，我发现呼吸不是很通畅。哎，对，对，有这个。我也是。对，有。后来我听说是风扇坏了，然后陈水电及时把它修好了。12点整，也就是说13号的时候，陈水电上去看过风扇。那么那个时候如果有镜子的话，陈水电应该发现，或者就是他自己做的，他不说。还有一种就是不是他做的话，就是13号的时候，应该是没有装置的。还有一点就是13号的时候，可能是这个计划形成的一个初始。我更倾向于是凶手通过这件事情知道，原来我们这个风扇是有可能可以停的。他才构思了这么一个计划。所以呢，这个计划就像你说的是3月13号之后。然后呢，这个凶手还要有一点，就是他应该有一个位置是可以观察针什么时候进入到温室。他一定是针进去之后，他才想办法关掉风扇，让光可以透过这个风扇完成他的这次的机关。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把所有的故事呢基本上盘出来，也知道了大家的这个杀机。我们先快速的来梳理一下。陈是因为我是因为想要带大家走，然后我想要先找到他私藏的这些物资，然后找到离开这儿的工具之后，我就把他干掉，因为害怕他阻拦我。我最大的所谓的杀机应该是他要把我赶走，然后他给了我一张就等于单程票，他已经希望我灭口了，我是因为我发现了这个整个地堡都是我的，所以你要杀掉他，因为夺回自己的财产。对，再加上他要问我要我的那个说明书，他相当于要把我的技术拿走，把我的地堡拿走，把你轰走，然后把我轰走，让我自生自灭的。明白。你的杀机是？我的就是因为顶流士本来邀请我去，你发现了，错失了一个美好的机会。对对对，那他想永远把我扣在这里的话，那怎么行呢？明白。好，然后我的杀机就是因为驱逐名单下一个就是我嘛。就是上面公告就写说，就下一个滚蛋就是我。你有自己的计划，对，我就是想做一件这样的事。我就是一个没有对手的天才是孤独的，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完美的计划。我希望有一个完美的侦探能够出来与我对抗。
那么我要去投了。啊，投谁啊？天哪！陈也介意吗？我比较怀疑张嘛。我这么清新脱俗，你还会有？欧也介意吗？他现在的证据很明显，是有没有他有自己的 Plan B 啊？也许这个才是他的 Plan B。张，你怀疑谁呢？从动机上来说，其实大是有紧迫性的。他要被杀了，这个仇其实比其他人都更大一些。哎，可是这紧迫性是你给我的呀。然后因为我最开始没有说知道这事儿啊，你让我紧迫的呀，你这个人天才的脑力。他这个真的很奇怪，突然陷入自我的变态里面，真的很奇怪。大，你怀疑谁？我觉得是不是他的可能有什么可能吗？因为他也是在这个，他非常紧迫，因为他昨天气疯了，我气疯，我今天也气疯了。而且他要在食堂是非常可以观察的。我现在听了一圈下来，我是觉得刘、张医生和陈水店，我都没有排除嫌疑。虽然说陈水店非常明显，但有可能他就是这么明显。刘丹车，你怀疑谁？其实我之前怀疑陈，因为陈的动机他还有一层。你发现了珍宝主没让他走那个证据，你发现了吗？发现了。对，所以说我觉得那个动机可能更明显一点。但是我觉得不让他走跟不让我走，对于我来说动机是一样的。那我投了，好不好？好，加油，金探，加油，加油，我来投票，加油，加油！来吧，开门。欧不像，因为欧是今天早上才进了禁闭室。刘不像，刘是真的很不像。陈曾经有过无数次的出入口的这个权限，但是呢，他在去年的12月9日已经失效了。7没有任何的迹象表现他可以进入到这个口。大呢，大主要手里有那个权限，同时知道这个权限的还有一个人是张医生，张跟大。京东好物来加码，破案神速又潇洒。本节目由首次冠名大侦探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涉暗藏穿梭，嫌疑人或无辜者在面具之下，对错善恶随时调换角色。世界的浑浊，醉与爱同歌，人人有话说。你呢 ？No No No， 侦探的法则。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微博官方账号“大侦探”官微，查收节目超多高能瞬间。上微博搜索节目“大侦探”话题页，参与更多精彩互动。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新社，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新闻客户端合作一点资讯、Zaker、澎湃新闻。案情看不够，上 QQ 阅读探索更多悬疑小说。感谢特别合作探探、百度输入法、WiFi 万能钥匙、达达快送、智行、百度网盘、网易有道词典、虎牙直播、YY 直播、智联招聘。感谢媒体支持中新网、凤凰网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中国青年网、北青网、国际在线、新闻网、中国娱乐网、360娱乐、猫扑娱乐红榜、华声在线、新浪湖南、腾讯大疆网、大众网、亚洲娱乐网。